欢迎来到每日更新的丰盛奥文哈，这是今天3张的牌哈。那我们一样继续来为你捕捉恋人的讯号哈。那今天的题目是呢？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你正在吸引着谁？哈，好，这是今天的3张牌。如果等一下拿近看的时候，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哦。好，那我们来看第一张牌是宝剑皇后，宝剑皇后。好，第2张牌是圣杯2，圣杯2哈。好，第3张牌是圣杯7。我真的很喜欢这一组牌哈，很简单，很清晰哈，还能带来完全不同的风格。那它的色块处理非常好，像我们看塔罗占卜的时候，有些牌是真的很漂亮、很细致，可是，在摄影拍摄的时候，其实大色块的东西能表达的讯息跟传达的讯息还有你们在看那个小图的时候传达的讯息是最明确、最直接的。所以你会看到我频道很喜欢用大色块的塔罗牌来为大家占卜了可是有的时候还是要交错一下不同的风格好，那这就是今天要看的3组牌。那我想你们大家都很会选的哈。那记得那一张牌，你的目光很难离开，表示公正很强，你可以先选它。然后听完之后可以再听听其他的故事线，就这样哦。选好我们就开始喽。好，那我们就从选择第1号牌的朋友开始这是今天的塔罗牌。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好，我们一样先从抽5张牌来讲最基底的能量好，来，我会尽量控制到25到30之间，但有的时候讯息真的来的又多又急又清晰所以就很难控制，我实在很怕东西没有讲完就离开了来，这是第1张，宝剑10好，先这样，我们再慢慢看。以宝剑10开始的时候，很多人对于宝剑10所带来的一种死亡气息、残暴气息、毁灭气息会被吓到。可是我从来不这样看这些算是负能量的牌组，我从来不这样看，我也从来没觉得负能量很强大的时候会有什么永远无法翻身，或是到了极低谷再也起不来。我从来不觉得会有这种，我永远都觉得那就表示好事即将来临。我一直都觉得应该就是好的东西即将来临，所以我们要往好的那一个面向去挖掘。那么从这里来说，你真的吸引这些谁出来了？宝剑10你知道吗？其实这张牌底下和旁边其实映射了，其实有太阳牌其实有太阳牌，然后在更远、更宽广的角度里面，其实也有一点点恋人牌的讯息。这代表了什么？它代表的是它10后面的世界是属于更正能量的、更好的。所以以今天这个题目来说，你们两者有一个人正在一个人生的翻转期。那这一个翻转其实这一个题目，这一个现象你常听频道很多，你会发现非常常出现，都是在于有人你或他的翻转期之后，会进入了人生的新阶段，或是新的世界。那这个部分也包括了换住所、换工作、换学校之类的都有可能，反正有一个换。那这一个换呢，在宝剑10所来换是会跟之前完全不一样，有一点要把前面的东西丢弃，然后换到一个新的位置。我常常说，宝剑10出现的时候，都有一个你要把你的行囊、过去的伤害、痛苦、不要的东西丢到这一个岸边、这个港口，然后你就要去搭船去彼岸。通常宝剑10我都会给你这个方向感。所以也就是说，这一次你们两者的相遇，有一个人正在做这个反转，或是2个人都有，无所谓。
反正至少有一个人在做这个翻转，然后不知道是谁进入了谁的世界，好，或是两个人同时离开了原本的世界领域，然后进到了一个新的世界，然后你们两个会相遇，知道吗？如果你正处于这种翻转时机，那就表示至少你的启动已经开始了。好，他并没有说一定要吻合两个人都到这边，就你们两个能量有人启动了就启动了，好吗？因为我这边看到的能量，它是属于一种至少一个人，至少一个人。然后在更远、更远、更远、更远的，其实这边还有一个魔术师能量在这里，在很远的，在很远的位置。就是说这样子很远很远，这样子连。其实魔术师牌在一个蛮远的位置，会在这个位置，蛮远的位置。它隐隐约约的在让你跟他显化了某种你们想要的东西。好，它不单单只是这张牌，它底下还有很多能量在做一个相互的影响。好，所以一开始翻到这张牌，我都觉得还不错，至少它很类似愚人牌啦，很类似死神牌啊，然后很接近塔牌的那种翻转换新的一种能量，它最接近塔牌，因为它其实附近，该怎么说？因为它这一个还算是比较算是，圣杯国王圣杯国王在圣杯国王，我看一下，我有点搞了，圣杯国王是圣杯圣杯皇后。其实它这个牌它还是属于比较接近圣杯皇后，然后本来应该有点接近宝剑国王所要管辖的范围，可是它比较偏向圣杯皇后所以我会觉得，虽然塔牌的能量在附近，可是它还是被分类在不同的位置。所以我刚刚说比较接近啦，所以我刚刚也说比较类似愚人牌或者死神牌这种翻转，可是基本上它有它自己的定义，它有它自己要去彼岸的方式。无论是哪一个，我觉得他自己的能量，我觉得比较安全一点，比较安稳一点。你必须丢下旧的行囊进入，所以他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你们两个也有一个人可能正从旧的恋情摆脱完了、脱离完了、整理完了，准备迎接新的自己。可是没想到新的自己、新的世界、新的未来就会马上有新的恋情，不知道是否准备好了，因为似乎有点太快。这一题我觉得宝剑10一开始就出现在这边，我觉得节奏已经有点加速了。因为它所包含的将要领取的礼物，还有意念上想要显化的东西的实践力，显化能力都还蛮充足的，所以在这一个转换进入新世界，你有点想要去获得什么新的自己，想要去获得什么新的目标，想要的成功率都有点慢慢的在升高。因为不得不说，因为它这个附近有一些显化蛮强的能量，很类似魔术师牌，很接近魔术师牌，而且还不止一张。我常常会跟你说，它可能还有一些别的能量，它不是单单，它有一些连贯性所以可以期待一下这个你吸引到的人你们会在一个新的阶段、新的世界里面互相吸引着能量会越来越接近就是了。国王那他这个牌所带来的就是更多的方向感啦。国王牌所带来的某种火能量的意志它影响了某种路径这个路径已经包含了所谓的权杖4然后包含了权杖4，也包含了一些权杖3的方向感。权杖2、3、4都在它的概念里面啦，都在它包含的概念里面来，我仔细看一下。好，所以印证了这个权杖10所带来的那一种脱离原本的，然后进入港湾上船，走到一个新的彼岸，这个也是一个很准确的方向感，呼应了国王牌里面所带来的那一个权杖2跟3的
分水岭，找到了路径，已经到了要出发的分水岭，然后找到路径往前行的这个方向。然后这一个国王牌所建构了你们两个关系的相遇、交流跟遇见。也就是说，你们两个，我觉得目前有越来越明显，觉得你们两个在于现在的生活有一个新的方向、新的未来、新的走向的确定之后，你们两个就已经往会交汇的那个方向走。那我觉得这个能量原本是这样啦，因为有互相吸引住，或是因为你们的决定，你们时间点的决定，或是路径有点换了，或是加注了一些新的想法、新的愿望、新的想要实践的自己，或者新的目标，不知道，反正就是有一个新的东西交进来的时候，原本这个条路原本是平行，后来开始有一些转了，然后到某一点就会到交集点哈。那这两张确实是有非常明显的分水岭的彼岸的概念出现了，你们会远离原本这一个港湾这一个岸这个岛屿，然后进入下一个。那中间会有一段还在水上漂流，水能量漂流，寻找彼此的能量，还会再进行。但是不久之后，确实是会互相吸引，然后会遇见彼此啦。因为毕竟这个牌下面这个牌下面其实也有恋人牌，然后恋人牌在做一些小小的指引。也就是说，有一些风能量会把你们吹到比较近的位置，可是以目前这个能量吹的话，它现在所出现的这个风能量把人吹到比较近的位置，看到彼此的瞬间，可能会一闪而过，会擦肩而过，会只有非常短的交集点。目前看起来是只有这样，所以当你们第一次遇见，感觉很强烈的时候，那个时候要把握住。目前这两张牌是这么说，然后后面应该还有别的更强的细节，我们再来看。力量牌还好，我觉得力量牌比较像是它再重新解释了这一个你们往前走到相会点的这个动能，确实是存在的，确实是有的，而且它这一个动能比较像是说你们两个开始有决定要往一个新的方向走的这个力量促使你们往前走。它讲的是那一个启动力量啦，那个启动力量是一种向往，一种对于更好的自己的向往所产生的那个动能。那近期你跟他应该，我觉得都有啦。虽然我刚刚一开始说至少有一个人，但是我觉得应该要都有因为我有看到那一个速度是并驾齐驱的，好像没有一个人是在等待，好像两个人都是往前行的，所以应该两个人最近都有一个新的概念，是想要做点什么不一样的，然后会在你的人生路上分歧出一个新的路径。以比较实际的啦，我来打个比方，你工作以外，你可能会去找一个新的项目去学习，新的兴趣去学习。反正你会在你原本觉得这个平凡无奇、枯燥乏味的生活里，我这样定义虽然有点不礼貌，但是我们先这样定义了哈，因为我们要对比出另外一条线的特别。然后你会想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原本这个生活应该会在平稳安全中感到无聊，所以找一个新的路径出去。那这个路径呢？这个是最小的可能性就是在你原本的路径上找一条出去但是其实这里牌就讲一个更大的，是原本的路径会有一个大转弯。我把最大跟最小的能量都告诉你，反正会有一个新的变化、新的方向出现，然后会让你们，这个是让你们两个相遇的能量。那这个力量牌所出现的关键点是让你这个大路径转弯呢，还是在这个道路径的某一个点出来长出一个新的枝芽发展出去？就看每一个人的状况了，但是都会有一个新的分界点、分歧点因为这个后面底下的，然后让你去实践一个新的东西，会有这个状态。如果你现在这个状态，那就表示你离遇见这个人的路径不远了那这一题今天虽然说你吸引着谁，可是其实这一题有一点比较像是互相吸引。我发现这两个能量是，你知道就像两个磁铁然后它我们都看过那个场景，就是磁铁，然后它到最近的距离，它会就动起来，大概是这个概念
以1号牌来讲，我觉得，我看一下哈，以时间感来说，我觉得这个相遇的路径从开始走，应该还没有到一半啦。大概这个路径，如果我们用100%来说的话，我认为大概只有走到20-30的距离，还没到一半，还没到一半，所以还要再等一下，还要再等，因为它毕竟，如果我们以宝剑10来看，去寻找命运之轮的位置、时间点来说，它还是比较远的位置啦。它中间还要经过一些翻转，比如说还要经过一些塔牌或什么，有一些阻挡。虽然方向感是对的，路径是对的，因为太阳牌做一个指引，我觉得底下的指引是对的。可是我觉得命运之轮的位置还是算比较远一点，而且是比较逆转，反正还没那么快，还没那么快就对了哈。那个很细的就不讲，反正就是还没那么快。好，我们再往下看看，还没有什么转机哈。来，这个我们先压哦，来，好，金币3这里出现金币3的时候，让我蛮意外的哈，因为我一直以为这个关系里面并没有需要其他的媒介出来，可是如果连金币3都跑出来的话，我来看看他给的一个讯号哈。我觉得啦，他这个有一点在回溯，在讲说你们在这个关键点、分歧点需要做一个改变前，有一个小小的挣扎哈。金币3其实不算什么大挣扎，它比较像是说，当你跟他想要做一个，我们先不讲他，反正就是讲一起。就是你这边如果有一些想要多做一些特别的事情，之前有一个挣扎跟不安跟不确定，可是你的朋友或你的同事、你周边的人，你问问意见，你就会找到好的方向感了。但是当你得到了确定你要去做一些新挑战，你要去做一个新的方向感啦，去转一些完全不一样，就像我们刚刚讲的你刚刚听到有一些不一样的时候，那个挣扎会让你有一种，我是不是需要打掉重练？我是不是需要重新学习、从零开始的一种恐惧、跟惧怕、跟不安和陌生感会出现？可是这个能量不强，在你所有的恐惧比例大概只占2-3成，它不强，它不会完全影响，但是你会有一丝这样子的感觉，那就去体会它吧。然后你旁边能帮助你的人、给你意见的人、支持你的人的能量更大。这边只是在做这个提醒。做一个提醒，它不会影响到，这里没有影响太多的一个关键词语，它只是在提醒说，不要被那一个想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讯息出来的同时带来的恐惧吓到了，或者吓退了，不用因为这些都是一个好的方向的行走，尤其在遥远的位置，其实有太阳能量在吸引着去，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阴暗面无法长大来，我们来看一下。不是无法长大了，是长不太大了。来，你看，我才刚说，哎呀，其实我刚刚在这张牌下面，这张牌某些角度，和这里某些，我刚说这边有个塔牌，那其实金币2的附近金币3的下面正下方，说近色的某些。它下面其实就有一张塔牌在这边藏着那我刚刚是不是在这张牌翻开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你说，底下有一个塔牌，能量不强，正在影响你，但是你其他的能量会更强大，所以你不需要被它底下这个2-3成的那个能量影响。我刚不是在下面，来这里就出现了。它这里直接放大了我刚说的这一个躲在下面的一个塔牌能量。我刚说在下面，它这里告诉你说，比我说的下面在更深更下面，隐隐约约的在影响你。那什么时候会影响你最深？一个人的时候，低潮的时候，睡觉前的时候，无助的时候，其实肚子饿的时候也会。反正就是你的能量比较弱的时候，这一个恐惧跟这一个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挑战的讯息会出现。那他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意思就是说，选择1号牌的朋友，
你会特别有感觉到这一个不安感。好，虽然我们前面讲了蛮多是这个恋爱的感觉，就是说你在某个转折，哦，有些话我会一直重复讲了哈，你在某个转折讲的好像很顺，好像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做这一个转折，做要去彼岸，做一个什么到了分界点，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往下一个路径走。讲的好像很自然而然就会做出决定，其实没有。这2张牌都在说，其实啊，那个连带出来的恐惧、跟不安、跟未知感的惧怕是会连带出去的。但我们用数字来跟你说，从这张牌来讲，我觉得就只有2-3成的感觉偶然会出现。好，它敌不过正能量。那这张牌再告诉你说，其实在这2-3层底下，或是更底下，还有一个更扎根的这个恐惧在牵引着你。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只是2-3层，而是扎扎实实的2-3层，很难被去除，很难被盖住，很难被忽视。所以这里偷偷要跟你说，不是偷偷，明着跟你说，当你在决定重大事情，觉得要有些改变，要有些分歧路径，要往前走的时候，记得那一个恐惧，那一个害怕未知是必然会出现的负能量平衡。好好的体会它，好好的对抗它，好好的告诉自己说，它就只有2-3成，影响不了我多少。这一次的往前之后，你再回头看这一个类似的恐惧，或是未来在别的事情遇到恐惧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有这个习惯，或是你有这个方法，知道说，它大不了就这样而已。我能面对，他没有办法覆盖我。我旁边有很多支持我的力量，朋友、家人，很多智慧的人能够支持我、帮助我。我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他这边是要告诉你哦，你不需要一个人去面对你对于某些人生重大时刻决定的时候的恐惧。这边在说的，哦，这边在提醒的这个。但是我没有要，因为它出来了，我就希望你忽视它。没有，我们要正视它所出来的负能量，所影响出来的正能量。它正负会影响出某种正能量，更正能量的自己。哦，没有差了。可是塔牌有一个讯息，塔牌就是打掉重练。我刚是不是说这边有个打掉重练？有，你原本的东西只是重组啦，它并没有完全毁坏，看起来像毁坏。但是它是一个重组的新时刻，很类似这个。哦，我刚才说这里就有了，这里就有塔牌能量，这里就有塔牌能量，然后最后在这边就有。哦，它终究还是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就是你原本的自己只会面临一个重组。哦，也许到了彼岸，你会把坏的东西丢掉，进入新的世界，迎接新的自己，没错。但是留在你身上原本的东西，还是需要一个新的重组。来去迎接你选择的新的路径，无论大的、小的，无论是分支的还是主干线的，都 OK。记得把你身上的好的留下来的东西重组起来，再去面对会更好。这边也有这一个讯息哈，所以别被负能量跟负面的感觉所吓退，你应该拾取它，重新整理，让它跟正能量做一个融合，做一个重新的排列组合就好了。我记得这个位置是有朋友跟有智慧的人在旁边能帮助你的哈，别单打独斗，当你面对某些人生重要的决定的时候、转折的时候，好，来，我来看看。好，我刚刚就已经说这个我要翻3张了哈。选一些比较活泼的讯息的牌哈。好吧，有人在组。好。看一下哈，5、3、7，都是单数哈，都是一些比较艰难的，所以我们先不看内容了，先从数字上，我就觉得跟你说，你这个遇到人生某个重要转换，这是你自己主动要选择的，它不是你被动的，是你心灵上某种成长，你想要找到一个新的路径去的这一个，确实是会让你有所挣扎，确实是会有点突破你的安稳的感觉，但是这是必要的。
而且相信往下走的能量跟收获是比这些小小的担忧更多的、更强大的。因为这里后面都有其实偷偷跟你说，其实里面都还有皇后牌那一种，你只要更加的确定你要往前走，后面的收获跟馈赠都是你的啦，有在那边等着你领取的，所以不要害怕往前走，不要害怕去做新的挑战哦。那这几张牌都有一些主老讯息了哈，但除了这张之外，这张算是一种分心，它会让你有所分心，它会让你比较在乎一些比较安稳、快乐的时光，然后让你觉得我不想做那么大的挑战，我原本就已经过了嘛，这会让你有点分心。OK， 那这里的不安其实是跟月亮牌所带来的那种不安差不多，就是你会觉得你往下做下去的时候，确定会得到或获得的东西吗？会，后面有哦。5的话比较像是说，因为我刚都已经说彼岸了嘛，他就在告诉你说很远很远，没那么快。我们刚刚也用时间来说，现在大概只有走到20-30%的距离，还没到一半。没错，这个路径还算很远的，所以要有点耐心哈，要有点耐心。所以不难啦，该遇到的一些基本的困难都有，它没有那么顺，因为毕竟这个是被定义在一种挑战。讲一个比较具体的，就是你要从这个港湾到另外一个彼岸，然后那个彼岸是你未知的。当你要抵达那个彼岸前，还有一段海洋上面的漂流跟不安无法加速的稳定状态进行，所以你会处在一种非常多的不安跟想象的恐惧中。但是那个能量不强，我刚才已经说了，能量就20-30%不强，因为你在这一段路径上有你的朋友支持，还有智慧的人能够给你意见，你只要稳下来，你就能走到那里哈。因为力量各方面牌面都蛮强的哈，都安定的能量跟正能量都比较多啦，只是要小心耳边的一些小声音哈。那讲了这么多，跟我们今天的爱情的这个题目有关系吗？有啊，因为你必须好好的调整好自己，变得比较好的自己，到那里，然后你们会交汇。我刚刚讲的你的所有的事情，跟他的也都有相关。其实这也算是一个在遇见他之前的调整的，也就是说，你这一个能量的调整好之后，你才有那一个足够的魅力跟吸引力去吸引到他，和你们在能量最接近的时候，才能注意到跟看到对方，也让你被自己看到。懂吗？因为他那个时候能量的契合度跟他们才会比较符合你没办法守株待兔在那边等着别人来爱你。想要的人，想要遇到的人，想要遇到的各种情况，除了你能够去创造，我觉得创造不来相遇的情况了，你最多就只能去创造更好的自己。更到这，然后要顺着自己的感觉走，像你现在这个能量，你突然想要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那感觉来了，就是顺着这个去做，去开创。那你就会体会到更好的自己，那这个更好的自己就会遇到，也变成更好的自己的他。那时候能量就会相遇，就会互相看到彼此的存在，那个存在感就很重哈。来，那我们再看剩下的6张哈。好。还有3。愚人牌总算出来了，非常喜欢看到愚人牌跟女祭司牌。这张牌其实恶魔牌其实在其实有躲在这下面了，但是我没有特别要讲，因为我觉得你们本身就会在遇见的时候，对于某些各方面的外在条件跟表象条件会吸引住了哈。这个我是确定，只是我觉得离你们相遇还有一段距离，所以我就没有讲哈。其实这里也有说，来看一下，等一下哈，让我看一下。好，这边说。这边又加注了那个转换嘛，愚人牌也有我刚刚在这里是不是就是说会有愚人牌，会有死神牌类似？但他自己出来的话，他直接说不是类似，他有一些定义比如说死神牌这边定义说，这个转换有一点点被设定为必然的转换，或是
会有一个你人生的分界点，你想要做一些新挑战，这是必然的过程，你需要做，因为你需要进入下一个阶段，你必须要做，因为它这个已经不是只是重建重组自己，而是你也不只是你要丢去一些旧的东西，到达彼岸，然后找到新的自己，没有，他这里已经说你需要的就是要一个新的自己，他没有试试看哦，他没有的我把它诠释成，你内在会有一个很强的能量，告诉自己你想要一个新的自己，就这样。这边有，我前面讲的比较收敛一点，比较含蓄一点，可是死神牌出来，在一个非常严格的位置，非常强大力量的位置，说没有，就是要一个新的自己。好，我们讲到后面，他更加确定了哈。所以，如果你近期有一个转换小挑战，就去挑战。这边有说，那别担心，确实是会有其他人帮忙，这里有帮忙，这里有帮忙，都在比较高的位置，比较有强大智慧的位置，比较有能力的位置。收回智慧那一话，有智慧啦，就是比较有能力的位置。我刚才已经说，你这个路径不要怕，有很多人帮忙。这边强化了这一件事情，你身边的人都会帮助你、支持你去做一个新的转换。那跟这个人的遇见，似乎就是这一些挑战之后，你会获得的一个最大的礼物，因为对方也在经历这个过程。好了，会有一些困难啦，路径上会有一些困难。那愚人牌在讲的是说，记得勇气哈，因为它这个是在这下面其实愚人牌是在这里的下面哈。那这3张是在底下哈，愚人牌是在这里的下面，所以他在讲说，记得。那一个相信自己有所突破，相信自己有对自己的人生有新的开创性，有新的路径，有新的冒险，相信自己能做到的这个力量跟勇气，记得要保持住哈，你才能够面对这里。因为它这一段还是慢慢的浮现出，重讲，你要去挑战，你要去往下走，你内在的勇气不会一开始就出来，它会慢慢的浮现。慢慢的浮现，这个勇气是需要培养的，然后后面会越来越强。主要还是你要相信你可以往那个方向走，相信你可以挑战新的位置。以今天的爱情的牌来说，你要相信你会遇见他，所以你要相信你必须要做出一个新的改变，这个勇气才慢慢的浮现出来。记得有这个路径哦，还是要多靠你的意志。那当你们两个相遇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非常温馨舒适的感觉。它已经超越了你们两个对外在或什么的吸引力，它会有一种互相的认同感，主要是因为你们两个可能都经历了这一段旅程，然后两个人遇到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熟悉感、认同感吸引着你们彼此，会有。然后遇见的时候会开始分享你们这一段经历，这个是你们最开始遇见的时候会有一个聊天认识，发现彼此很熟悉，因为你彼此都刚遇见了某种新的自己的挑战，新的自己的新的旅程，然后分享一些新的经验，而且很类似，规模内容不同，但是整个逻辑规模很类似，这是你们两个一开始契合的一个瞬间在这里所分享的东西是这个。好，我再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讯息找一些小讯息来，这一个再看一下。金币6的话也是因为我觉得金币6只是再次定义，有很多人会帮助你了所以不要太担心，有很多。那我再看一下金币6底下，因为金币6已经映射了非常多了，这里也有了，这里也有了你周遭就是在强调一件事，就是你这一个新的旅程，在遇见这个人之前，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啦请不要让自己感觉到孤单啦。如果你觉得你好像都没有人帮你，请你去找人帮你，或是意见、心中的烦恼去找人谈，身心灵各方面需要任何人帮忙，你不要让自己一个人就对了，因为你现在的能量在这段旅程里有非常多的人想帮助你，有非常多的能量觉得你是好的，愿意让你变得更好，记得这个概念我再看一下有6底下觉得好，来6下面，这下面都有一些皇后牌告诉你底下的礼物不是只有一份了只要你重复讲，一直在重复讲，只要你愿意往前走，意志力加强一点，别担心没有勇气，别担心没有人帮助你往下走，你就能得到你想要的礼物，加上应该最大的礼物就是遇见这个人好，差不多。
1号牌大概是这样哈，一直重复讲很多概念哈，应该你已经非常理解了1号牌给的讯息哈。总之，做一个小结，你近期应该会遇到一个自己主动想要做的一个改变，那就去做，放心的去做。为什么？第一，能量是充足的；第二，已经有设定好的礼物要让你领取；第三，无论你感觉到萎靡、没自信，需要人帮忙的时候，尽量开口去找你身边的人，他们全部现在的能量都愿意支持你。哦，然后第四，当你这一段走完了，这一个新的挑战出现了，去做了，那个人差不多也出现了，因为那个人也正在经历跟你差不多的情况，你们两个现在在这个情况有点并驾齐驱了。我感觉到的不是只是你做，他在等你，没有，我觉得两个都在往前走，要进入那个交汇点。好，那这一段就是有点在鼓励你，试着去挑战一下最近想要挑战新的事情的自己。去做，放心的去做，用力的去挑战就可以了。好，就这样，这选择1号牌的朋友，好，希望给你未来一些方向感。就这样哦，谢谢你来听，祝福你们。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来，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来，我们一样先从5张牌来看一下整个能量的结构哈。来看5个结构。好，来，第一张，金币3。好，来看一下，从金币3开始哈。3转换各方面了，是不是？近期应该会有一个蛮特别的事情哈，蛮特别的事情，然后是一种比较正能量的事情的，比较正面的事情，比较娱乐性的事情，比较突发的活动。那这个活动的时间差不多快到了，所以你身边可能会有朋友或者是公司的同事会邀请你去参加，或者请你去参加，反正是你很常见面的身边很常见面的人会问你要不要去参加，记得去参加哈，因为那一个被你吸引的人会在那里出现，因为他那个恶魔牌藏在底下，他那一个被你吸引的能量会在那一个活动或者那一个位置出现。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其实底下有一个翻转，跟你现在所处的环境、生活各方面会有一种完全截然不同的一种讯号出现，所以它不会是你现在已经生活里原本就有的事情，比如说工作，就说你礼拜一，你近期4个礼拜或是这2、3个月里面，你的规律生活，它不在你的规律生活的一件特别的事情。那它会一个活动感，会什么？因为它底下有一个太阳能量，让我发现它在一个其他的位置，那个人在那一个其他的位置，所以它会脱离你的日常，脱离你原本的规律、你的时间表里的一个特别的事情。那它一定要有一个影子啦，有一个签的啦，就是必须有另外一个人邀请你，带你去，你必须要参加。因为你唯一的关键点就是你会受到一个请问一个问题，是问你要不要去，这个是唯一的门会打开让你要去。好，所以近期我不确定是什么事情，但是如果有很多这种活动，就尽量去参加因为那个人就在那一个地方，他在某一个房间里有被照亮，他在那边等你。那只是邀约蛮多的，是不知道你会有没有进到那个房间，但我想应该都会啦。那更细一点的，他有可能这个邀请会在工作的时候收到，工作的同事或什么会告诉你。那这一题比较被动，也受到能量的牵引，比较被动。那你要去创造被他吸引住的那个时空，需要主动一点，所以你必须要答应。所以近期尽量乐观一点、开朗一点去接受各种邀请吧，我觉得都还 OK 啦，还 OK 哈，我觉得蛮不错的。好，来我们来看下面。好，来7哈，这组牌我常常翻到类似的，没关系啊。以先7这个位置的话，我先说，你近期应该会有，除了刚刚的活动，我觉得不会只有一个。最近有一些活动邀约应该会蛮多的，不能说活动啦，
就是要去参加什么，去认识其他新的人的情况还蛮多的。然后会有你有可能会喜欢的人出现，但好像我这边得到的讯息啦，这个被你吸引来的人，他会主动靠近你。然后他算是这里的能量里面，在这边一箩筐的能量，你喜欢的或是你被喜欢的人来说，他是最好的那一个。因为我这边捕捉到的，他的是最清新的，其他的你可能看了会喜欢什么，那些都有可能会成为一种泡影、幻觉，不是真实存在的一种喜欢哈。那只是当下的情形或者什么，或是比较符合你原本心里所想的、期待的样子的。然后可是这边都没有一个着落点，就是都只是一个瞬间的幻影而已。它这个概念是这个，所以就是说，你的下一个新恋情或者下一个真正好的追求者哈，应该是会在你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出现的。也就是说，你不会主动发现这个人，你可能会被动，就是他会出现在你面前，然后你眼睛会为之一亮，会发现你怎么会从来没有发现这个人，或是看到这么好的人，或是不能说这么好，我觉得太过美化，就是这个人会有一些你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优点，然后这一次你会有所感觉，你会有所感觉。那也算是一个新的对于爱情的价值观跟境界的一个新的体会了哈。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我再仔细看，又觉得底下藏了一些东西啊，那以水的能量来说，然后底下再映射了其他的能量，就先透露底下映射的那些牌的能量，但是底下有说这一个人的出现哈，它有可能会带来某一种你对于爱情新的价值观的转变，就像我刚刚有说，已经说了嘛哈，那它这个转变会有一种重新洗牌的转变，然后会进入一个比较好的境界。白话一点讲，这个人所带来的爱情跟恋爱的感觉，是你从来没有遇过的好跟舒适感，但是他不会一开始就出现，他会在几次的对谈互动之后才出现，所以他不会在第一次你认识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的好跟你对他的喜欢，大概要到2、3次之后，你才会突然发现，因为他后面其实也有另外一个更扬升的能量。就是审判牌的能量有被映射到，所以它必须要一点距离，它需要一点时间哈。这张牌出现的位置，那我只能说，当你意识到你自己对他也有好感的时候，可能已经过了好几次见面之后了，他不会这么快。但是第一次见面，你就会觉得对这个人蛮有印象的，所以照这个时间轴来说，你去参加这个活动，你去参加这个，然后你会认识这个人，但是不会一开始就对这个人很有特别的什么很深的情感的感觉，只是会知道认识了一个新的人，然后感觉还不错。然后在后面在几次见面的时候，因为他会变成比较常出现了，你们中间会有一些联系，他变得比较有机会再出现2、3次之后，你就会在更深入的了解之后，开始产生了新的感觉。那这一段过程之中，你会有其他有好感的人，但最终还是会在这一个人身上。我只能这么说，因为他的主动性比你对他的主动性高很多，他会是真正留下来在你旁边最强的能量。哦，我看一下啊，好，大致上是这样了。我觉得他，但这边有近期有对你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最近可能会有某些一瞬间会有感觉的人会出现，但是后面有连带的带来一些沉重感，就是有可能跟你想象中的不一样，这样子。哦，那你要自己注意，因为它这个牌后面还有别的讯息，我只能总的跟你说是这样。那记得我们讲的这一个被你吸引到的这一个人，他会在让你比较被动的状态下慢慢浮现出来。我再次提醒，他不是你很想对他主动做什么，或是
一开始看到就特别喜欢，然后很想去主动去做些什么把他留下的人，他不是这个状况出现的哦。再次说，他是会一次一次相处中，你不小心发现他的好是你从来没有见识过的。好，我再往下看，因为这一题有点复杂，因为这一题有很多杂讯，有很多会让你分心的讯号出现，有点难掌握是不是这一个人，所以我必须要把这一个重点挑出来，就是它会让你觉得你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被动的方式靠近你。来。初期啦，你后面就比较确定了。好，试着包容的太多了哈。但是如果这里的水能量这么多哈，比如说节奏比较慢啦，你对他的喜欢的感情的浓烈度，就说那一杯水要装满的速度很慢啦，有点像是一滴一滴一滴把那个高脚杯装满的，没有那么快。因为他这个人他身上的好，他这边的能量不太像是你的逻辑跟习惯上常遇见，或是你所期待的那一种爱情能量，或是不在你的填空里，他不是用来填你那一个期待的空缺的人。他有一种，你知道吗？他出现在你生命里，出现在你生命里的这一段，他有一个特别的任务，是他会翻转你未来对于爱情的感受。你以前的爱情的想法跟价值观可能会在遇见这个人之后有点改变，然后他所带来的爱情的那个稳定性的概念，你会被说服。好像你以前的都不太对劲，所以他为什么会在这里要出圣杯七？因为他在对比两件事情是，我为什么说你要比较被动的方式才会知道他的好，是因为你的逻辑原本方向感是看不到他的好的，然后才会有一些泡影出现来印证你的选择跟你喜欢人的角度是有点失焦的。有点不适合你的，然后才会慢慢发现这一个人的慢慢靠近的这个稳定性，或是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可能会聊到一些关于爱情的价值观的时候，你原本不认同，可是因为他讲的话，可能在你内心有放了一个开了一盏灯，或是做了一个提醒，敲了一个钟之类的，然后你慢慢会在这个回响里发现这个人好像讲的蛮对的，所以才会在几次认识之后，你才慢慢的回过神，注意到这个人的好，是有这个逻辑的。那圣杯侍者讲的就是这个，你会有一个新的感受，新的情感的认知，然后它会逐渐变成你对于一种新的情感的发生的向往。白话一点，就是你会想知道这个人会不能带给你什么新的情感。但它不一定是，我本来讲爱情，但我觉得，因为你们的这个情感发展的节奏比较慢，所以它应该不会是立刻进到爱情。我觉得它让你开始好奇，你对他会有什么情感的新的样子跟模样发生了。这题不算日久生情，这题算一步步觉醒，它正在让你醒来，不是在挖掘你内心没醒来的东西，而是它让你醒来成另外一个新的自己，或是你比较能被说服的自己。那其中会有所抵抗吗？会有啦，会有一些小挣扎，但是你会更喜欢它所带来的那一个爱情的感觉。会慢慢的，目前看起来是路径是这样走了。3张牌先做个小结，怕你听得太抽象。总之，你近期如果多去参加你朋友邀请你的
特别的活动或什么，你从来没去过活动，你可能会认识这个人，但是初期不会有太多的感觉，但是你会在一次一次，他又常出现在这一次一次的交谈之中，慢慢发现这个人的好，然后他的好里面有很多东西会说服你、改变你，你会产生新的认同，会有别于以往的自己，尤其在爱情的想法上。哦，好，来，我们再翻后面2张哈。至于你吸引到他什么，这个目前没讯号，反正他有慢慢往你这边，他在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他就慢慢往你这边靠近了啦，一定是某些默契吧，或是有时候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喜欢或什么，他也说不上来，他就觉得他每次看到你，他就希望能够多跟你做接触。目前这一题没有特别提到你吸引到他什么。对，好，怎么那么斜？啊，先讲。钱币2哈，让我看一下。你对他的喜欢啦，其实会在很深的、很深的位置会慢慢醒来啦。在前面有说，但是没那么快。然后，当你开始有意识到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我好像很喜欢这个人哦，但是还要再等一下，因为这个时间点还在比较后面，还在比较后面。那还需要有很多的，简单来说，就你们两个的相处需要蛮多次的交手，才会产生一种协调啦、平衡啦。可是会渐渐的变成不太像是需要其他人一起出去，就是说你们前几次见面会好像是大家一起出去，然后你又遇见他，你去参加你朋友的活动，或者你朋友邀请你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你又遇见他，但渐渐的会产生某种你们两个的默契，会调整到你们两个可以自己约出去了。等到那个时候，通常到那个时间点，就是你已经发现他的好了，然后才会有一个阶段性，就是你会慢慢发现你内心其实已经很喜欢这个人了。可是你的喜欢是一种新的，你以前没有用过的，你以前没有感受到的喜欢。然后你会慢慢发现，这种稳定跟安定的舒适感，是你以前有点嗤之以鼻的，可是现在却很需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缺少了你之前想要的刺激，因为它的稳定度跟柔软度更强大，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因为钱币2所带来的那个平衡被调节了，调节到一种没有什么摩擦点，比较平稳、比较协调、很安稳的、稳稳的，像水面一样的稳稳的，就算起风了也不会有水纹的那种稳稳的感觉。所以为什么说会有点嗤之以鼻？因为我是映射了前面你对于爱情的渴望的方向感的一些讯息，所以我大概知道这里是被磨平的，所以我会觉得可能他原本现在这个方式是你以前不太喜欢的，也不太相信的，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节奏上你相信了，你也认同了，所以会慢慢喜欢这个人。一直在强调慢慢喜欢这个人，因为恶魔牌藏得很下面啦，恶魔牌躲得很下面然后恶魔牌又刚好躲在了一些要你进入新的阶段的门口了。所以也就是说，当你慢慢的喜欢上这个之后，喜欢他这个人之后，他会带领你进入一个全新的你啦，你也会喜欢一个新的世界的你啦。会确实会有别于之前的你就对了，但是这个速度还蛮慢的。我目前看到这个旅程，这个开始大概也就才刚开始而已因为你们都还没遇见，懂吗？你们都还没遇见来，这里出月亮牌这个让我烦恼一下，因为这个位置应该要往下沉，讯号应该要往下沉，可是当我翻开月亮牌的时候，它的讯号是往上升。我要看一下它到底这里给这个月亮牌旁边映射了蛮多水能量的一直好，
这里在暗示一件事情是，你现在的你其实比较难注意到它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是比较在乎被爱这件事，你还是比较在乎自己这件事，你还是比较在乎被称赞、被人喜欢这件事。然后，对于别人对你的喜欢或称赞或是好，在某个程度上，你自己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好，中文是讲理所当然，但是英文的方面比较像是说轻而易举获得的。哦，有点不太一样啦，但是类似。好，记得这两个的形容词的重量不同。那所以我才说这个人出来会推翻，因为他就算他来的时候你是被动，他主动的会慢慢靠近你，但你会觉得这一份靠近并不是这个好，这份靠近并不是你一开始想要的，所以你并不会觉得这个是轻而易举的、垂手可得的、理所当然的，你会觉得有一种被侵入感、被侵略感，然后你又觉得有趣、新奇，又喜欢，又感觉温暖、平稳、舒适。然后它会有一点点让你比较忘记自己，所以这个是这个人来的魅力，你知道吗？它会让你比较跟以前相比，会比较忘记自己。当他的能量跟他的好开始绽放跟出现的时候，这个人的魅力我把魅力改成这个人的能量，会让你发觉就像我刚刚前面讲，会让你发觉一个新的自己，然后这个新的自己会有一点侵蚀了你原本以为的那一种想要比较被爱的自己，想要比较多称赞的自己，你会慢慢的被侵蚀成觉得那些好像也没那么重要，因为即使你不在乎，或是这个来喜欢你的人，被你吸引的人来主动靠近你的这个人，他好像也不在乎，所以你会觉得以前的那一种你的被爱的需求或什么无你就算不这么重视，也有人爱，但是你不会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你会把它当成是突然感觉到这是珍贵的，好像你不用特意的去琢磨自己的存在感，呃，标的自己的重要性，你不用特别去做这个东西，在他的眼里，你就已经是很特别、很重要的，反而你会觉得轻松自在，这些负担跟这些包袱反而没有不存在也 OK，因为这个人好像能听到你内心的声音，他好像一步一步一步可以让你感受到爱情是有另外一个模样的。2号还蛮难的但我想应该有些人应该听得很懂了吧？我来想一下怎么做一个简化跟小结这一段简单来说，就是这一个人出现的时候，他用的语言，他跟你聊天用的造句，对你来讲都是很新颖的，你没有听过的，可是你又深深的被影响着。那影响了什么层面？影响了你原本应该要怎么去打扮、包装、形象自己的那一面。你原本相信你这样子做才能够吸引到人，可是这个人的出现，发现他不需要你做这些事情，他一样能够被你吸引。所以他打翻了你原本对爱情的概念是，其实你只要轻轻松松的喜欢自己，就有人喜欢了，不用特地为了别人怎么看你，别人要怎么喜欢你，要怎么融入大家，要怎么在大家的相处里有位置，这些概念。他在打翻了这些概念，让你觉得没有，简单的喜欢自己就很吸引人了。简单的、舒坦的喜欢自己，轻轻松松的那种慵懒感的爱自己这种概念，一样能够吸引到这么好的人来喜欢你。那也从这个点，你才慢慢发现这个人的好。因为这个人的好是他喜欢你，跟他欣赏你，是一种非常纯的、纯粹的、单纯的喜欢而已。他看到了你身上有他喜欢的东西，他就喜欢了。他没有要你多做特别好，要符合他的要求，什么各方面要符合某种概念什么，他没有要这个。他单纯的知道他喜欢你就够了，大概是这样。那月亮牌底下藏的一个讯号是说，不要
那么觉得自己应该要有什么样子才能得到别人认同吗？得到别人喜欢，得到别人的目光吗？然后得到这些东西之后，你会觉得自己有一种安稳的感觉吗？他的意思是说，不需要被这些不安所征服。你原本的自己，原本的自己，原本最底下的自己，应该已经很相信，应该已经很渴望吧？我觉得应该算是很渴望，很渴望自己再用更轻松的态度面对所有人啦。好，所以我才说他这边有一些。从刚前面讲了那么多，他都有在提醒你一件事，就是你现在做的事情跟你现在的价值观、爱情观，在某方面来讲是一种泡影啦，是一种幻觉啦。你最内心真实的自己、最喜欢的自己、一个人独处的自己，其实都没有这些枷锁，没有这些形象。那没有这些形象，没有这些枷锁，没有这些欲望的那一个自己，这个人看得到，他还能够用最 pure 的方式去喜欢这样子的你，所以反射过来，你才会开始发现这个人的好，因为他的好是他的单纯跟他的直爽跟他的坦然简单，就那些很松的形容词然后才会说，你以前也许对这个方式有点嗤之以鼻，但现在可以接受，然后他慢慢的说服你，慢慢的让你认同，因为你最内心的向往，要这样子才能够击破你对于很多不安的感觉啦。好像要去做一些准备，才能够抵消或是消除你内心的不安。可是其实不用，最 pure 的自己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心灵，才是你最想要的。你也想要有人就爱这个就好了，不需要那么多其他。那所以这个人出现的时候有这个讯号了哈。我只能说他这个讯号就是这些，不知道你们选择二号的有没有有没有听懂，或是受到一些启发。但是我想，无论是不是这个爱情出现或是什么，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应该在某个时刻都很想追求那一个这么松的自己，然后这么松的自己也有人爱。我并不需要一个感情要到非常成熟或什么才能达到那个自在。我们会想要在随时无时无刻都自在的时候就有人爱了，会有这种内心有某种渴望。我觉得这一题我在提醒这一点尤其选择二号牌的朋友，他好像在更加的提醒这一点要注意一下。那也就是说，你最内心的那一个讯息啦，有吸引到这个人来啦。我觉得就这么幸运的，这个人还真的看得到这一点。好，那只是以今天这一题来说，二号牌的节奏比较慢。慢在哪里？慢在你要后面比较后面才会发现，这一个人喜欢的是哪一个自己。你要琢磨很多次，转弯很多次才会发现原来是这个。好，二号牌的讯号是这个。来，我们来看其他6张哈。这次这一题我就没有特别需要翻哪一个了，我觉得 OK。通常我会选一张牌来翻3张，我觉得我已经把它讲完了。来翻其他6张。希望这题2号我讲的，我觉得有点难，然后有点难收手，所以可能有点听不懂。那听不懂就算了，没关系哈。看看你听到的讯息跟声音有没有东西你能消化，过几天能消化的那就 OK。你现在没办法消化是没办法听没关系哈，因为它确实会在有些句子啦，我一直都相信有些句子、有些声音会在我们的身体里，不是你的意念跟理智能够消化的东西，它在你身体里，它会突然在梦境里，在你散步里，在你运动里、生活里，它会自然消化成某些句子，然后脑袋会突然觉醒一个句子，你就说我终于听懂了，我懂了他说的意思了，就这样没关系，就可以等待了哈。好，来还有一张。看一下，宝剑呢？宝剑是，我先说这张牌特别突出来讲说，他说你需要放松，要放很松，试着放很松，因为这里在说你一直处在电力快耗损边缘，
充了一点电就用，充了一点电就用。它这边需要你有一个大放松。我得到的讯号就这个，而且是非常需要你理解这件事情的位置。什么叫做非常需要理解？就是说很重的提醒啦。好，那这个大放松有一个重新整理、重开机的概念。我跟你说，它这个重开机不是只是按暖开机哦，就是你电脑完全没断电的开机哦，没有，它这个是要完全断电一阵子之后再开机的休息。这边有说哈，我不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但它有说，那你试试看，会有一个新的讯号出来，新的自己出来哈。它的目的我没有收到，我只知道它需要你这么做。那这两个火能量，这里说哈。你近期的某种很强的能量正在，很有魅力的在展现中，然后很密度很强，很集中，很集中，不乱。所以其实你现在正处于比较有魅力的状态里，比较正有一些能量正在蓄势待发的要绽放出来，但是还好是皇后能量，所以它是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往情感面的、往吸引其他人的状态，所以才会有圣杯七出来，因为你会吸引到一些幻影，就是讲俗气一点，就是不是正缘的能量了。有可能主要是因为你现在的能量比较强，那没关系，就保持下来因为这也有可能是吸引到他第一次，这个人第一次出现在眼睛目光里，第一次出现你的一个能量，没关系，你就保持下来，享受它享受你最近觉得有很多事情想做，很想出去玩，还有什么的，不想安静下来，这个能量都 OK。但也因为这样，所以这边说，你还是需要关机大休息一下。我想这两个是对冲的，他一面跟你说你好好享受，却一面跟你说但你要大休息。这个讯号你自己去斟酌，你要怎么做？我只能说这讯号给的，而且是在高度理智的位置给的讯号，你自己去体会一下那这位置我看一下，你们第一次跟这个人，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的感情讯号、感觉讯号蛮淡的啦，只有他那边会瞬间感觉到他对你的喜欢，你这边没有。然后他有瞬间感觉到你的喜欢，但他也没有那么确定，但他已经很确定他对你的感觉很在意，所以他后面会再找机会，尽可能出现在你面前，才会制造我刚刚说的几次相处之后，你才会知道他的好的局面。他那边其实有一个蛮强的主动性，他就是会想要多靠近你，因为他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感觉非常强烈，你这边没有，都是他那边的。然后，这边偷偷有个讯号，这个遇见他的活动里面，应该有蛮多你认识的人，或是也有一些已经很熟的人。然后他会在那里，所以他应该算是你的旧朋友，或是你的老同学里面的新朋友的出现。所以他要得到你的资讯很容易。就像这边偷偷，离麦克风太近了，就讲他这边偷偷说的是这个。那他的主动性跟行动力还蛮强的。他第一次看到你说，他就会一直想方设法的，有机会遇到你，他就要去。这边有说。那这整个能量，这整个靠近都是处在一种非常好的善意的正能量。然后当他的旁边的朋友发现他对你有意思的时候，他的旁边很多朋友都在偷偷帮他，制造跟你讲话的机会，但是你不会知道。有从这个角度看到，表示这个人蛮好的，所以大家都会给他一些机会，让他靠近你连你自己的这边的朋友都也觉得不错，所以你好像被藏在某个秘密里，你才是最晚发现这个人喜欢你的人。当他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他对于你的主动性跟想要去追求你、想要去靠近你，让你知道他喜欢你，或是慢慢的发现你的好的这个路径，他就已经展开了。而且，所以你遇到他之后，再到你感觉到自己喜欢他，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没有很长，大概2-3个月就会
你就会感觉到了。那但是只会感觉到，这边并没有说他会跟你表白、跟你告白，没有。我觉得他目前主要的动静跟他的目标就只有慢慢的靠近你而已，慢慢的理解你。他也在等着一个更好的时机，让你知道他喜欢你哦。那个都是后面的，这里没有讯息，这里就只有到他的角度的话，就只有到他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他心里就有一个很强的要慢慢靠近、慢慢了解你的讯号了哦，就只有到这里。好。选择2号牌的朋友，这里比较多的是今天这组牌哈，比较多的是你的部分的整理跟你的部分的概念哈，希望有帮助到你了哦，因为这个能量靠近了，所以才会有你内在的一些改变，才会你内在的会有一些新的能量的觉醒。它如果没有靠近这些东西，就不用不着，因为你没有一个这个能量的撞击。好，那它这个能量是蛮好的啦，对你来讲是好的，所以你才会有一些能量的转换。那你就好好的体会就好了，好，顺其自然的走就好，用一种被动的状态，有点像说被动的让他慢慢追求你就好了，也 OK。那你自己的部分的话，这边要提醒就是，牌子有非常认真的说你要休息，停下来一下，我觉得应该叫做停下来一下。哦，不是休息，我觉得它比较叫做停下来一下。他没有确切的说是什么事情，或是什么时间，或是什么状态停下来，但是他这边有这个讯号，你自己去体会一下，你最近是不是有需要停下来一下的状态？那就停下来一下哈。而且他有一点说，有点太旺了，你内在的生命力跟火能量有点太旺了，可能这两个是呼应的啊。那你这个部分没有讯息，所以只能细节没有讯息，但是方向有这个讯息，我只能告诉你，然后你自己去体会它是什么事情，然后做调整。OK， 好，这就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希望给你一些方向感哈。好，就这样，谢谢你来听，祝福你哦。来，接下来我们来从选择3号牌的朋友开始哈。好，我尽量。为什么说我尽量？因为刚前2组牌，我觉得花了我很强的精神力去解那个牌，因为今天的牌都蛮深的，不难，但是要讲的东西都蛮里面的哈。哇，所以我想这组牌应该也不会例外哈。来，我的努力。好，来先抽3张牌哈。今天的题目是你正在吸引着谁哈？来，我们先抽第1张牌来看基底能量，再看其他4张哈。好，这是第1张。好，我们先从这里看哈。一开始出皇后牌蛮好的啦，因为有的时候它有很多其他的牌，它底下都有映射出皇后牌所带来的一种收获感哦，还有一种约束力都有啦。那如果它直接出来的话，我就必须说肯定的，你吸引到这个人能够带给你蛮多正向的正能量的收获感集聚的东西，它是往一个比较好的需要去领取礼物的馈赠哦的方面走去。那如果以今天的题目来说，它算是一种不请自来的礼物啦。在我的脑海里的画面是，它是一种在河面上慢慢飘向你的一个礼物，但是你必须抓准时机，伸手去把它抓住哦。哦，有这个讯号。那我来看一下其他的映射的角度哈。我来找一下，理解一下哈，让我理解一下。因为它这个牌出现蛮多位置的啦哈，所以有一些土能量，有一些火能量都是比较好的，就有一些方向感的或什么的。每一种能量，4个能量所出现的位置都不太，讯息都不太一样哈，所以我不确定他在讲什么，因为它其中有出现了一些竞争感哈，有一些欲望，也有出一些欲望的东西哈，然后它也有出现一些跟在水能量来说，就是有一些友情的能量或一些协助能量，所以这些东西比较杂，这个我就不提，我就先在我刚念的东西，就是我在整理的时候的讯号。那总之，我们回来这个牌一开始的定义就是说，这个你吸引到的人他其实身上有一些你需要的东西，而且是你近期所需要的某些能量，或是你未来某些重要的
能量，或是帮忙。我觉得帮忙的讯号比较多，所以它有可能在你未来的时候，可能会成为你的生活中的一个助力，不一定它会变成你的恋人或朋友，或是最好的朋友、收妹都 OK，因为这边没有那个定义。但是这一个人必定会成为你未来蛮重要的一个助力，就对了。好，目前看起来，待会儿想一下。OK， 没关系，我再往下翻，因为讯号还有一些很细的，我们要等着。他他现在处在某一个需要整理他的方向感的一个阶段，该怎么说？因为他现在好像面临了某种选择，那这个选择并不影响他看到你，然后被你吸引住，来到你附近，来到你身边，不影响。但是影响了什么？影响了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间。因为这一张牌，我发现了有一个逆向的状态，它有点逆回了哈。我刚刚是不是说它在一个水面上漂流着，这样到你面前，让你去领取这个人，领取这份礼物？可是我发现他在这个水面上的时候，他有一点在划那个船，是用逆的方向划那个船，好像他近期有一个新的抉择，有一个错过，他需要再划回去拿一下。就是说，他要出现在你面前的这个路径，有点需要绕路一下。需要绕到旁边去处理一些别的事情，所以他现在可能处在一个蛮繁忙的阶段，他有一些很多外物要处理啦，很多外物要处理。原本他走来你这边能量是笔直的，慢慢就到你面前，可是其实是有一些其他事情发生了哈，因为我突然发现他这边有一个高度的判断力的能量跑出来了，他需要去处理某些状况。来，我来看一下这下面映射出来了什么。的确，他有别的路径啦，就是说他本来是这样子笔直要来你在这里了，要来这边，然后到你面前，你会把他抓住。可是他在这边的时候，突然这边有一个漩涡式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他这边打转处理，打转处理。那这个能量蛮多的，有钱币式的能量在打转处理，有宝剑5的能量在打转处理，然后又有宝剑6的方向感的失去的处理。他在这个漩涡里在那边处理，所以他算是绕路了，或者是拖了一些时间才会在你面前。那所以你要再等一下这里哦，不过终究还是往你这边走来，只是时间拖了一下了。那我必须说，他可能还没有出现在你面前，他不太像是你的朋友圈或者工作圈里的，我觉得他还在你的范围里的外面。他是一个全新的人会出现，所以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你要怎么认识他的这个点啦。是要去参加活动、参加朋友的 party， 或者是邀约，或者工作上什么，我目前还没有这个讯号。只能说，他甚至都还没有被你的出现所吸引住，都还没，所以再等一下哈，没关系，才2张牌嘛，我看一下，不过还不错啦，除了我刚刚讲的。有钱币式的能量在影响，有宝剑5、6的能量在影响。可是这3张牌底下都是很好的、比较大的能量，有水星能量哈，然后也有太阳能量之类的哈。那也有本身也有皇后牌的能量在做映射，所以其实他在处理这一个事情的时候不算难。有人会帮他而且他能心想事成，而且他在这一个漩涡里面处理这个，他会在获得他自己人生更好的礼物。就是以他的角度来说，以他的世界来说是这样子在发展，跟你没有太大关系啊。我只是跟你形容一下他现在的状况，这样。那还 OK， 好 OK， 那他会有一个新的成长，因为他的这个事情的往的目标是有愚人牌跟星星牌的映射啦、照应啦哈。所以他这一个漩涡状态是他必定要经历的一个小成长，阶段性的小成长。那我们就等一下好了，因为毕竟他成长之后，我们遇到会再是一个比原本我们预期的人再更好一点、更加分的人啦。好，来我们再往下。好，等一下哈，我把其他翻。这一题比前2组更难，偷偷抱怨。偷偷抱怨，哎，
没办法，看来我把这一组算完的话，去睡一下了，不容易。好，让我理解一下这张牌在这个位置出现哈。如果它是一种美的向往、美的期待的话，却有这个反方向的牌出现的话，那它不过我先把这一张牌出现的好的东西来说啦。第一，它这个牌出现的时候，它的速度很快，所以伤痛的感觉或什么一些想念、一些伤痕的瞬间，其实是很快的。而且它在这个牌位置出现的话，它并不是一个现在发生的事情，它是比较像是一种回忆、回想、感受旧伤口，但是不影响现状的状态。那它在这个方向开的时候，其实它下面还出现了世界牌的映射，然后也有一些正义牌的映射，也有在更远的话，也有一些皇后牌映射，表示这个牌后面所连带的都是一些好的方向的东西，或是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启。也就是说，我觉得他这张牌比较像是在处理前面这一个漩涡。他这个漩涡虽然处理的很好，就是刚刚说停顿那个状态，这个漩涡处理得很好，然后那个状态有很多人帮忙，会有比如说收获一些成长，可是他终究会带一些新的伤痕在身上。然后他在遇见你之前，他这个伤痕虽然说会痊愈了，但是他这个新的经验或什么，会常常会让他想起来，他需要更茁壮，他需要更好，才可以面对更好的。因为他其实可以避免在这个漩涡里面受到的一些攻击或是冲击，他可以避免，那是因为他不够好。可是他这一次之后，他就发现他需要再更好，所以他在面对你之前，他有一个新的自己的觉醒，是他需要好，还要再更好，才会遇到很好的人。他心理上有一个这个概念，主要是因为他底下的世界牌开窍了他，给他一个新的路径。那个路径有找到了一个他自己自我认可的新的定义，那是后面的正义牌所带来的。然后他那个收获感好几个，至少现在这里看到至少有3个皇后牌的收获讯息在这里。所以无论如何，他在来遇见你的这个路上，他会有满满的收获跟满满的经验的提升，他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然后遇见你。这里讲的是这个。那从这个角度，我们看，我们可以期待这一个人正在逐步的变好，来到我们身边。就这样，简化来说，就这样。好，讲比较快，是因为我怕讯息跑掉。来，我们来看。我才刚说星星牌，这里就跑出来。好，这其实没有那个，因为其实这个星星牌出现前，我已经在这个下面已经讲了，我刚才就已经讲了嘛不是这里啦，讲错了，这里啦。这里的时候我刚不是已经讲了就是宝剑下面的星星牌，然后带领他一个新方向那这里我其实已经讲了，就是这个的概念。那他这里又再出现，那我再把它强调一次好了。他其实他往你这边走来的路径，其实他有一个更远的事情要做，就是说他可能要到这里，那你在这里。那他现在在这里打转，那他有一个更远的方向要在这里走，所以他在这边遇到你的时候，基本上我认为他这条路不会改，他反而会希望你加入他，而且你好像会欣然的加入他这个人生的旅程，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驱动力，他这个水流很强，而且他这一个目标看得很准，我觉得应该换过来这样走，因为我觉得他的目标在这里，不是往下，他在这里，让你在这里要遇到。那这里有强调了他那一个。这里带来的星星跟愚人牌的讯号，更加的，然后他又是骑士嘛，所以我觉得他这个路径很强而有力的要往前走。你的出现，我觉得力道没有强到会让他转弯，有的时候别副牌会让我觉得他要转弯，但我觉得这个还好，而且我发现你的跟随性还蛮强的，可能是因为他出现的时候他的魅力或各方面他想做的事情，你认同、你喜欢、你也支持，所以你会跟着他走。也不是说你会跟着他走，换一个房子，换一个住地，换一个工作，不是这种。我的意思是说，他的心意不会改变，他反而会更加坚定的他要往哪里走。尤其你的出现，反而加注了他的一种催化剂。这个讯号比较强。好，第3组牌没有那么难了，开始觉得顺了来，好。这个新生感这个全新的火能量，是我意外发现、意外觉得他这里出现这个啦，因为我本来就觉得他在这个漩涡里，他这个体验新的经验，他就会有一个新的自己啦，本来就有啦。只是他这边偷偷在讲了，这个新的自己有一种更加的。他好像有点唤醒了他的某一个层面上的赤子之心，因为这个牌他在一个非常无意识的状态，
的底下才会有。那这一份赤子之心，他可能有慢慢的被自己叫醒，所以这一个赤子之心的以前旧的这个赤子之心的动能，好像无意识的在他的人生里面成为一种最主要的能量，在推动他往前。那他不会发现。然后我这边看到，从你这个目光看到他哈，你会发现他追逐这个目标，追逐这个的向往，这个梦想的感觉很吸引你。主要是因为你被他内在那个 pure 的赤子心所吸引。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会这么的不像是执着，而是像是这么向往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你会跟随他。好，目前看起来是这个讯号，反而是这个能量，我觉得在其他位置散布的很强，尤其宝剑三哈，它带来的一种镜面的反射的感觉，让我觉得这一个能量反而是一种反弹哦。它撞击了这一次这个漩涡里之后，它在这个漩涡里面产生了无限的撞击之后，把它更全新的自己弹射出来了，更加驱使他要往他想去的那个位置走。只能说以现在来说，他似乎才刚确定要往那里去，然后还要一下子才会遇到你。目前还是没有看到，你们要怎么遇见？还是没有，只是有说会遇见，然后那个这里还是没有，这里没有这个讯息。我翻一下好了，直接问，我就不看其他的，我就直接问。有没有什么讯息，直接明确的、具体的说，你们两个应该会是什么样子的关系上的遇见？哈，这样哈，我看一下，我离你7啊，有。先以比较浅的牌面上来说了哈，如果以这张为核心的话，他的意思是说，确实是因为朋友的关系，中间会有一个桥梁，因为朋友的关系，但是什么事情还没有确定，他是有说应该会是靠朋友的关系让你们相遇的。可是什么事情、什么发生都还没有出现，表示说你的朋友的那个故事线，他的故事线还有你的故事线都还没有发展到会有那一件事情出现，好，所以要等一下。但至少应该是靠朋友的关系。那这边也说你们两个的能量其实还没有对齐哦，所以只是才开始他往你那个方向走去，然后你还在你是在那个他走去的方向里面的一个定点，会出现在他眼前。只是说你们两个现在能量还没有对齐，没有对齐到说能够比较好的去确定应该是什么时候会遇见，那遇见之后会什么情况这样子，哦，这些都还是蛮未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把它抓得太早了，我们把它抓的比较像是后面的时候，他遇见你的时候一些吸引力，然后也抓得太后面了，都已经有点抓到说你们两个的能量相遇的时候，你会比较跟着他走这样，哦。简单来说，没有答案哦，最多就只有抓到，确实你们不是偶遇，应该是会有一个朋友的创造某些事件让你们相遇，这样。哦，好，3号牌是讯号比较简单啦，但是都没有抓到点，没关系哈，我们再看看，因为还有别的牌。哦，它这个讯号也比较浅哦，没关系，来，我们来看。通常到了这个阶段，应该已经能讲的东西非常多了，但账号牌很少。来，我再看。先3张，然后一点一点抓。好。先这3张，10哈。我大概知道了啦，就是
他这边有说，他已经不是他才刚开始要往你这边来了，他已经在那个漩涡里了，他正在处理中了，然后已经有一点到后面了哈。但是他正在处理最难的阶段，就是他现在的挑战或什么正在处理最难的阶段，他现在正在最需要突破的阶段。我是觉得他这个漩涡离你不远，所以他这个最后阶段如果突破好处理完之后，他其实就跟离你相遇的时间不远了，所以以这个时间轴来说，他现在正在处理，而且到最后阶段了，所以他快突破完之后，然后就要遇到你了，所以应该就最近3-6个月他就会出现了。那不过我先收回3-6个月就会出现这件事，因为我发现没有确定他在这个漩涡里这个最后收尾这个阶段要处理多久，因为我刚刚没有意识到旁边是权杖9。我才意识到说，可能才进入权杖9，然后要面对权杖10。不过这里给的概念是，它是一个非常善意的，等等，不是非常善意的，是非常严谨的。它必须要一步一步一步走到完成，它没有办法加快，它必须要慢慢的体会，它必须要很细节的处理。所以如果到9到10，再10到重回到1的话，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所以他现在虽然在这个漩涡里，在他现在的难题里处理到最后一个阶段，可是这才是最持久、最难的阶段。所以我必须收回3到6个月这个时间，他需要他在这边处理一阵子。虽然他已经非常靠近了，也是因为他这个漩涡跟你非常靠近，所以我们才能捕捉到他在你附近了。那他这个处理完之后，他这个阶段处理完，他会有一个全新的自己，或者全新的阶段，或下一个阶段，会换公司、换房子、换什么，我不知道，反正他会有一个转换的讯息出来之后，才会进到你的附近，才会进入到你的眼界里，不然他会卡在这里哈。然后我必须说，他虽然能量离你很近，但他的人跟他的位置离你很远，因为他这个金币5的提示，他现在其实离你很远。哦，那为什么？它现在离你的能量会很近，因为你们的能量可能以大的空间上，以大的能量的概念上来讲，可能清除了很多其他的能量来说，你们两个能量现在是比较能够看见彼此的啦，所以才说你们两个能量很近。好，但是不是说那什么100公尺、1公里这种近啦，就是说中间可能有很多很杂的能量，可是因为没有交集、没有不熟悉，或是没有对齐的可能，所以那些都被剔除了。只是说，以2个最近的能量来说，有机会对齐也比较能契合，就是你们2个能量，所以才说这是你们2个最近的一次距离。那如果以物理来说、身体来说，我觉得他这边说，其实你们2个现在离得很远，所以他不在这里又再讲一次，就跟我刚刚讲的，你们还没遇见，也不在你附近的生活里，所以。还是一样啊，捕捉的有点太早了。哦，那只能说上海版的朋友要等一下哈，要再等一下。没关系，我来再盘其他的。好，5杯，都是5啊。好啦，我必须说，我们今天抓到他的哈，他困在我们刚刚所形容的那个漩涡里面，还需要一阵子啦。他在里面面对的难题真的蛮多的，很多所谓的难题的牌都出来了，除了精神上的，他必须有很多重大选择，他现在还在困惑中，还有一些实际上他必须要处理的事情。那这个难题到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我觉得更多的讯息比较像是工作和生存上的难题，而且比较偏向工作上的难题。他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看到他这个挑战后面有一个比较大的收获、跟成长、跟大转变的讯息有出来，表示他现在这个难题必须给一个很大的能量交换，所以他这个难题蛮大的，所以他处理了蛮久的，而且他以时间上已经卡在第9跟第10，我觉得才刚开始哦。然后他心智上有非常多的抉择，有很多的情感上的勒索，然后也有难以选择的人情概念上，所以他面对的人应该蛮多的，所以他现在处理比较大的事情。然后这边也有说，只是
他现在正在处理的是他跟人之间的关系，他必须要一个更高的开窍、更好的智慧，他必须要请教更好的人来帮他处理现在的关系。所以他现在可能在一个团队里或什么领导大家做一件大的事情，所以他处理人际关系跟工作内容。然后他慢慢的会在这一个成长中，我觉得这个难题是对他来讲是一个新的高度。他在处理这些东西的内在的时候，慢慢发现了他的自己个人的新的价值跟。他要重新理解一下人际关系，或是他工作跟大家的关系。那他这一个漩涡里的这一个东西处理完之后，他会有一段时间是非常疲乏的。我有看到后面那个疲乏状态，所以他会进入一个先休息状态，再往前，所以这个时间又再更拉远了，好吗？所以选了3号牌的朋友，这个人基本上，虽然我们说是你正在吸引谁，我觉得那个比较像以这组牌来讲比较未来式，因为现在我都还没看到你们2个。已经预见或看到的那个讯号出来，我们抓的比较更早了，更早之前，我们抓到了他的现况。哦，以我们角度只好祝福他说，他好好处理这一件事情。因为我确实看到后面有很多的收获，可是他必须要花很多的辛苦换来。哦，3号牌，这是我目前觉得抓的最远的一次，好。等一下，好，让我看一下，因为有几张牌还是可以抓一下讯息。这个后面也是有一些，因为这个这个牌其实跟这个牌是差不多的。其实这个骑士下面就有这个牌，它在这里，所以在这里映射了在这里有映射了星星牌这里有星星牌，然后后来又有愚人牌，所以这个距离其实蛮拉远的他把那种远方跟还没有起步往新的旅程走的概念都有讲，所以也就是说，他真的还在这个漩涡完之后才会启动愚人牌跟星星牌给的下一步、下一个旅程的能量。也就是说，你就在他的下一个旅程跟下一步的世界里，但他还在这一个之前的这个漩涡里挣扎，还没开始了，好吧？3号牌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再往下挖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讯息，只能说我们挖的有点太早了，要再期待一下了哈。好吧，你期待看，我觉得他应该很难加速，因为我没有看到他近期最快。好吧，那以这个点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现在这个漩涡的突破点的节奏、时间、速度快不快？因为我觉得它这一个漩涡一结束之后，它新的转换之后，你就很容易就蛮接近你的。我们直接针对这一件事情来看，说它这个到底还可能要处理多久，或是整个时间感是什么？哈，好奇一下啦。就2张就好了。好吧，没办法，他就刚开始，他还正在阵痛中，他还在处理中，他还在这个战争中，好吗？这里战车牌只能说他的向往在那里，可是他还在这个旅程中，他还在受伤中，他还在打仗中。那宝剑一就是说，整个事情才刚开始，进入这个状态才刚开始而已，不是说才刚进入这个漩涡，而是进入这漩涡的最后阶段才刚开始而已，好吗？那可能还有一阵子，没办法，牌面就这样了，它也没有任何突破性的讯息。好，第3组牌讲的比较快主要是因为讯息来的比较简单啦，然后定义也比较清晰，它没有办法抓更深远的东西，所以我能捕捉的讯息就这些总之，选了3号牌，你再等一下那个目前我觉得离你能量最近的人，跟你还有一段距离就对了，就这样，别失望因为还有别的那个故事线还在发展中，这只是其中一条，就这样，好，谢谢你来听祝福你。